能看到3个 ID 几乎同时出现在场上，叫 Fly、坦然和渲染。是，其实这3个 ID 同时放在一场比赛上是很神奇的，很少见的。对他们也许不能说没办法都在彼此的巅峰期，但是这3个 ID 同时出现就很精彩。来吧，双方的第1局比赛，蓝色方济南2W侠，红色方成都 AG 超晚会。2W侠蓝色方班位给了沈梦溪，那就看红色方 AG 第一盘会不会放鲁班大师出来给对手。2W侠自班了，也不敢放。因为在这个赛季，其实小 A 鲁班大师今年度吧，他胜率挺高的，一共用了16次，75%的一个胜率。但是他蓝色方自班，可能就是第一盘第1局。这是粉丝。是的，我还以为是我们的哪位教练。看一下他们的1抢。中华被搬了，还是1抢公孙离。第5季相思。平稳的选法，那就看 AG 断不断这手少思源了。亦或者他红色方其实可以习惯就好，去 counter 少思源的。外边有苏烈又有张良之类的，但是他还是拆了。他是做的简单一点，拆一手再搭一手，把你公孙离摁住。那就是点对点了，拆了一手少思源，搭配一个仓，去 counter 一下公孙离。是的。然后3楼看情况要不要再补个小乔。长城在 counter 到死，就我们最近看到的打公孙离的方法。但2W侠呢是直接选择了苏烈。对，小乔拿过来，这个有点以选代班的味道。3楼，越是恐惧，越要战胜它。很平稳，保证了对抗，就是他保证了2条线前期不会弱。其实这就是 AG 很多时候他的 BP 方式，就他也不去搞太多的针对啊、小技巧，他也没有，我就是稳扎稳打，选出一套够强的阵容就够了。是的，夏洛特针对一下对抗路，那 AG 就是逮着这个对抗路去搬了。夏洛特司空阵倒没有那么怕，前期能压。然后2W侠是搬了手火舞，关羽，火舞现在胜率是真上不来。确实他的对局环境没有那么的好，就除了个别1、2个 ID 拿到这个英雄你能期待一下之外，很多时候都看不了。真的得看 ID。2W侠再搬一手大司命，中意的本命英雄。对，曹操尝试的2个，一个夏洛特，一个曹操全搬了，还有一个是打团比较厉害的关羽也没了，把对抗路的线优做出来。上一场比赛到最后，渲染终于爆发出那种武将的精神。武将本色。对，最后一班，进，就是因为配了狂铁吧，搬个进也合理。狂铁的话，基本上可以搭配一个野合，对，但他也可以搭配一个双前排，让对面打起来很吃力。没错，也可以留一手，看他要不要先把中出了。王昭君跟邵思源这个还比较少见，也是招牌英雄。王昭君出的确实是也没有跟张良搭，就是单出，然后是长生的一个本命英雄，这个也是大家年总的回忆。而且在长生的个人职业生涯当中，王昭君是他使用次数最多的英雄，一共用了86次，胜率高达69%。这也是跟有一段时间这个体系特别活有一定的关系，加上他自己又擅长。对他现在这把相当于是拆开用了，然后2W侠是司空阵依旧去选，然后选了一手娜可露露双切入，苏烈当单前排用。世上无人成换了功之事，吃叉，第一把就来，真有试试。这么自信吗？锁了，也是 Fly 的第一把吃叉。是的，看 AG 了，打野位的选择。对面野区有点弱，而这把 AG 他2条线处理得好，有机会拿优势。看他的野区要不要补一个强势进攻呢？野合是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了，现在看下来。野合的话就是老虎，对，坦野原坦。那这套阵容就是一个打到后边4保1保一诺了。是的，当然这个上半区强度就非常高，特别这个上野组合，他的这个上野组合就强一门双斗罗嘛，强的不行，全是强度。对，全是强度。2W侠的上野前期基本是碰不太了。2W侠上野刚好是一个发育的组合。对。就整个阵容从扎实度上来看，比不太过。
那这样阿尔达布侠其实前期在上半区的资源争夺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换线的情况之下，他一定要小心。要不然就是他公孙离提到上路去打狂铁，然后让赤煞来发育路跟仓去对着抗压发育，让公孙离配苏烈，加上小乔在中路的一个，如果能拿到线权是最好的，然后在上半区去打压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换线，因为赤煞这个英雄他有个得天独厚的换线优势。对，就他打发育路都有点像那种对抗路换线抗压的感觉。他单打发育路没问题。是的。再加上这把确实公孙离提到对抗路去压狂铁，一个长手打短手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但是 AG 也有可能会预判到这一点，去追一下。其实，在之前的春夏天的比赛里面 ，AG 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诺都没在发育路上，他在灵活的摇摆在3条路之间。尤其是拿到公孙离这个英雄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坐镇中路就看哪里有资源，前期以吃钱为主。要看一下了啊，这只阿尔达布侠，特别是 Fly 在的阿尔达布侠能不能尽快苏醒过来，找到自己去年年总的那种状态。在去年的年总的这个故事线里，阿尔达布侠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。他们在去年的年总里还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的。是的，24年的年总，当时阿尔达布侠其实在大师组的，然后在擂台赛阶段，他们当时是5胜1负，大师组第1的成绩晋级的淘汰赛。很可惜啊，但是现在的状态却截然不同。他们现在擂台赛刚刚打了1场比赛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场均经济差就达到了-10200。那场感觉整个 BO5是被碾压了。是的，然后平均10分钟的经济差是-2700多，平均时长只有15分51秒，足以证明他们在上一场比赛里的表现有多差。这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担心这支队伍的原因所在。但是 AG 的话现在是截然不同，大家都在说 AG 在复苏，这个确实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就 AG 的各项数据，它的各项数据评分啊，在这几场比赛里是在缓步上涨的。包括他们的前期评分从79分涨到了88分，中期评分从88分涨到了93分，后期评分从0分涨到了70分，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它，就包括团战分数，在之前87分的情况下，还涨到了89分。就是数据在这方面，我觉得是不会骗人的。感觉各个维度都在慢慢的进步，在复苏吧。复苏，对，不能说进步了，进步空间应该已经不是特别大了。对，感觉已经到顶了嘛。对。来吧，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会跟大家赛前的预期有所出入。双方的第1局比赛，蓝色方济南阿尔达布侠，红色方成都 AG 超晚会进入比赛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阿尔达布侠确实是开局做了个换线，但 AG 并没有去抓。对，看一会儿会不会追。如果一开始没换的话，就应该不会去追。中路的话，长生拿不到线权，对，怎么打？确实这个阶段对于 AG 来讲，它是主场作战。是，那确实是不太一样。刚好在自己的这个主场。是的，张弓搭箭来一下。好像第1个兵还是没吃到。对，这种抗压压力不大，他自身带回复嘛。但是邵思源跟苍想要压你的话，尤其是一诺跟大帅，他2个人是不想让你过得舒服，甚至想杀，直接把闪现打出来，长生从侧面也溜了过来，这个闪感觉交的要是慢一点都要出问题。对，那这样 Fly 第1波兵1个没摸着，这就是被压出了经验思路啊！哎，赶紧过来协防，但出来1个人直接被打了，而且落地就是一整套闪现交了出来，落地就没啊！一诺直接拿下1血，哇，这个传送。想法是好的，但怎么说呢？你不能同时下来，对吧？是的，我觉得先下来也应该是先能扛的。你先下来个能吃技能的，你落下来个小乔，那不真的直接，而且关键又是邵思源，又是王昭君，说实话都没combo接死你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阿尔达布侠的临场处理太差了。这不直接，哎呦，这一下落地成盒，比前面还伤。这是 AG 啊，就是这还不如不来呢。你换线了，我没追，但是我不能让你换线之后线上舒服。对，很决绝，真的还不如不来呢。打一套打不动。这把 Fly 他玩吃叉，他的团战环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因为吃叉团战特别怕被控，右边的控制很多。我要看 Fly 的装备怎么做。对抗路，他的铭文怎么带？对抗路基本上都是法球流，打野的话是暗影战斧起手。现在有几套出法，有那种等等啊，有那种纯法球流的，还有法球流里加个破晓的。
还有像暗影战斧、破军、冰痕苍穹的，其实都有。这也是大家在熟悉研究这个英雄嘛。对，不同的做法，这样一比，渲染这边就舒服多了。因为一开始苏烈是帮中强线，并没有一上线就去压狂铁，导致了渲染甚至在第一波线上占据了优势。这两波架打完，一诺的经济已经快要1900了，但是 Fly 这边经济就被压得非常厉害，1200，对，还没有少虽然经济高，然后跟自己家的辅助苏烈差不多。这是一口不让吃啊！对，就是卡你每一波的第一个兵。对，恰巧4分钟之前每一波的第一个兵是最值钱的。啊，多难受！本来以为是挺舒服的抗压，但只能说，一诺跟大帅，包括跟长生的一个联动做得够绝啊。嗯，反应太快了。因为当时长生是看到对面2个人抢中抢完是往上走的，那你下路肯定就是最多一个打野来，但打野如果来的话，他得不偿失。对，所以基本上笃定了只有Fly一个人。那就真的是3个人追着打。我们前面比赛里有看到过，这种可能3个人直接越你的，闪现过来拍一下，但这个角度找的不是特别好，自己血量掉太多了。看这个被动会不会出来？侧面吹一下，给点伤害。一诺状态被压得有点低，但是也没倒，反而是把苏烈的被动打了出来。这波算是给发育路解压了。我觉得阿达布侠强行想给发育路一波压力，但效果也不是特别好。无双现在的这个等级还落后中，理论上纳克路对位打原坦，他前期尽可能是先刷，对的，靠你的速率去压制对面的谭野。然后谭野打野头的话，第一波龙团谭野这边是有优势的。是的，就是你怎么样给纳克路营造出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。我们之前甚至看到过，像应该赤诚吧，上来直接裸3级打野刀，鞋都不出就开刷。中艺之前也会这么做，裸3级打野刀在4分钟之前的话，他可以来刷在中路。想找机会拍，但是没有特别好的角度。建岳这个位置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有点危险的地方。那这个中医塔的血量是不是掉的有点太快了？对，掉的太多了。就阿达布侠现在有点顾头顾不了尾的意思啊。再掉个蓝，纳克路的蓝啊！回头大帅拆一下，这个洞没接上 ，Fly 跟过来，但是在塔下差一点点够不到，这一箭没射出来，这自己先倒了。弓弦拉开了，箭没搭上去，有些急了。哎呦，这反踩还好能走，感觉心态有点着急。2个头差不多总经济差距快2000了。前4分钟成伤占比达到了的吃差40%，然后才是苏烈。关键是纳克路的蓝掉了，这个比掉个头还难受。关键就是你接下来能不能守住这个蓝 buff。是的，对面刚好就是一个谭野，只要能进去第一波，那后续可能只有3位看好了2W 侠，应该包括黄超，包括前面评论席连线的这个苏红红，他应该都是感情吧？对。啊，刚才听他赛前那个判断。对。这个阵容其实逻辑上来讲是有操作空间。但前期是上野吃发育嘛，他们现在打架打的有点多了，就不想让 AG 形成这种滚雪球之势嘛。渲染都是闪现过来，刚好拿了个头也不错。大帅笑得挺开心。4到10分钟塔都笑了呀。目前看下来，这局打的还是比较轻松啊。回江海。你看，你的蓝 buff 这边视野全丢了，蓝区就守不住了。对，对于无双的纳克路来讲，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从发育上去超越中艺，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。关键他都还没有开始发育，真的，他其实连发育时间那种高速的发育期都还没到。纳克路真正的高速发育期应该是第1条小龙之后，我感觉开始刷到大概10分钟。我觉得是有点连锁反应的，因为这下路给你压力太大了。阿达布侠那边前面为了支援下路掉了个1血，然后后续为了帮下路缓解对线压力，又绕了一波后，但效果没出来，倾注了很多人力物力，但得不偿失。是的，现在的4600的无双在5600的中艺面前不许起飞的，尽可能不要打正面，先通过带线的方式去发育起来。是的，但他这个阵容发育点有点多。其实除了游走位不谈，其他4个点都要经济。
哪个点没了经济都不厉害。这波想接 combo， 但是终于被反接了一波，直接被打残。是的，好在有少思源可以慢慢回。还要顺手再把野区给吃掉，而且打半途了，上半途先不管。野区好干净，因为这两个人这个阶段去打架，我跟你讲，没啥用。输打不出来，还特别容易死。Fly 现在手里是只有一个闪电匕首，他连2件套的法球招都没出来之前，这英雄没啥伤害。你就理解成老夫子前期的那种打团的无力感。对，他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吃普攻伤害的。没错。你现在根本站不住，何谈去输出？最起码得2件套之后才能有基本的伤害。啊，还需要队友帮你创造一个进场环境。对。压。苏烈这里也不能开，小 A 是给人一种想开啊，因为当时 Fly 跟无双的位置是侧边，但没有野区视野，还是不敢。只要你打开那个列表看一眼队友的经济，你就知道不太能开，就有点真的不能开。现在公孙离的经济是勉强跟得上的。一诺的反野个数8个。反野经济有582，这个足以见证这把 AG 有多顺。一般来讲，赢的局啊，打野的反野个数也就是在11到12个差不多。但是一个射手能反8个8分钟，也有可能大家一起进去，尾刀都被他吃了。终于现在横着走啊，真打不动。这个红 buff 也拿不到，高地还要掉血，怎么看？要压下高了。是的。这个时候，阿杜侠的撕裂回去补状态了。纳克露露在找高位置，地要在9分钟出头了，没了呀！纳克露露侧面这个位置，如果队友不能往前压的话，就得赶紧走。纳克露好像能蹲到仓，而且看到了圆坦的位置，但是他一个人杀不掉。他要抢红 buff 吗？露面没有抢到，一诺求稳还交了个闪现，抢到没抢到？哎，无双那个位置被追了，那这个位置有机会跑吗？跟过来，2个闪现减速，抢没抢到都得把红 buff 交出去了。但苏烈拍的伤害很高，但是没有队友能接，我自己要躺在里面，5个人围殴，小 A 直接倒里面，公孙离再杀进来，全是残血，但他摸不到啊！瞬间4个人再转方向，一个一个来，那就得一个一个倒啊！这样，球员还有机会再拉扯，这能跑一个算一个吧，回去那就回到脸上了。再被王昭君真好难受打的，就感觉这把阿汤侠劣势的非常快。对，就下了第一波线之后裂了之后，整个队伍就陷入了比较急躁的状态。他那个角度吧，我第一时间我感觉要包，但如果包的话，你正面就得给压力，你正面不给压力，那个露露就要没了。后边的团战处理得非常的散脱节。小 A 开的也很漂亮，伤害也很高，但也接不了。渲染 A 闪进去打残小乔，瞬间家要快被拆掉。另一边纳克露露找到了位置过来，但是被大帅拦了一手，第一时间扑不倒一诺，再扑进来的时候伤害已经不太够了，已经能强砸，但是还是没有啊。炮车虽然被清掉，但是面对了这么多血的 AG， 没办法防守了，硬点都要把水晶点掉了。10分钟出头还没有到11分钟的时间，8比0，水晶顶不住了，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。这把是不是玲珑塔？哦不，塔应该上路是换掉了，但是这个节奏